瑞宝辉宝非要让圣希阿姨跟自己一起走熊猫通道，这让圣希阿姨很是为难呀。今天下班点到了，圣希阿姨这里正在给乐宝放置竹子，爱宝这里稍微晚了一会儿，但此时的爱宝已经等不及了。如果爱宝不是在睡觉的话，一向是不喜欢加班的。爱宝这时已经在姨母的门口给姨母敲门，提醒姨母了。辉宝在后面狗狗祟祟的，而瑞宝这时又突然困了，爬到了小树上，要给自己再补一觉。辉宝在爱宝身旁转来转去，从爱宝给姨母的敲门中就可以看出，爱宝是懂得思考的。爱宝敲完门，并没有一直坐在姨母的门口傻等着，而是时不时回头看看自己的通道门开没开。都说大熊猫近视严重，爱宝为了确认的更清楚，走到通道门口仔细查看。等确认通道门没有开后，爱宝再回到姨母的门口，继续呼喊姨母。爱宝真是既聪明，性子又沉稳。辉宝这里等了一会儿就等烦了，跑到一旁找乐子去了。这时爱宝突然听到了奶爸喊乐宝的声音，爱宝心想，这下完了，自己又要多等一会儿了。自己那糟老头子啥德行，自己是知道的。奶爸轻易喊不回去，爱宝不再坐在门口苦等，而是换到了小亭子上，舒舒服服的等待。因为奶爸撞了乐宝这个南墙后，很快就会过来。也正如爱宝所猜想，爱宝在小亭子上稍微坐了一会儿，奶爸就给通道门打开了。这下爱宝是真的下班了。辉宝这时也开始思量自己要不要回家了。辉宝抬头看了看还在睡觉的姐姐，又想了想，还是再等会儿吧。圣希阿姨眼看辉宝没有想回家的意思，走来园区挑逗了一下辉宝，示意辉宝该回家了。辉宝不着急，还玩上了，扭捏着身子，不慌不忙地从小亭子上下来。辉宝走来姨母身边，姨母给辉宝喂了块小苹果。原本圣希姨母想着辉宝吃完就会乖乖回去，毕竟吃人嘴短，但是咱辉宝厚脸皮，吃完也不回去。圣希姨母只能再次出来，这次圣希姨母直接走到通道门口，直接引辉宝走进去。没想到的是，圣希姨母出来，辉宝又紧跟出来了。圣希姨母只能跪下来给辉宝推回去。辉宝真是不拿自己当熊，跟姨母拉扯的时候和调皮的小孩一模一样。辉宝没想到自己居然被竹子绑架，自己的耳朵被挟持了。辉宝看到后立马给姐姐报仇，让你欺负我姐姐，看我不罚你咬碎。瑞宝挣脱出来后还是不服气，又跟竹子打了一架，给竹子重重摔下了小亭子，然后接着跑走跟爷爷告状。因为瑞宝也摔疼了，替姐姐解决完事情的辉宝转头就去休息了。辉宝是在梦里梦到吃小苹果，这么沉醉，姐妹俩的花活根本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一会儿瑞宝想休息一下，结果又被爱宝偷偷咬了屁股。瑞宝不服气，就开始反抗妈妈。就在爱宝和瑞宝玩得正起劲儿时，宋三岁出现了。宋三岁拍手示意爱宝该去室外营业了。爱宝才不去，爱宝将头埋在瑞宝怀里，假装没听见。瑞宝一边跑一边说，妈妈不想去，那我替妈妈去。瑞宝想跑，但根本逃不出爱宝的手掌心。爱宝紧紧咬着瑞宝的屁股，瑞宝越挣扎只会被爱宝咬得更痛。江爷爷常说，爱宝在跟孩子们玩耍时也是在教他们自卫。一会儿爱宝感觉上来了，去到了小亭子一旁铲青团。瑞宝没看到，被妈妈的铲青团的声音吓了一跳，直接爬上小树。瑞宝在逃跑躲避危险时从来不会回头，因为回头只会耽误自己逃跑的机会，只有确保自己是安全的后才会回头查看刚才发生了什么。瑞宝看到原来是妈妈在铲青团后，立马过来趁机报复妈妈。通过瑞宝四脚朝天的姿势能看出，瑞宝真的在很卖力的报复爱宝。而这时爱宝也累了，不想再跟瑞宝折腾了，想睡觉了。瑞宝这里却感觉无聊了，本来想跑走等妈妈来追的瑞宝，结果看到妈妈不来追，自己掉头走了回去。眼看妈妈不理自己，最后去找了南川宝跟自己玩。南川宝在园区妥妥受气包形象，谁不开心了都可以过来打2拳踩2脚。今天的南川宝又承受了瑞宝的棍打。现在福宝回国了，江爷爷又被问到了之前的那个问题，如果可以和宝家族成员换1天身体的话，想和哪只宝换呢？江爷爷这次没有再提福宝了。江爷爷表示自己看到很多人在网络上说，是不是应该把乐宝后背的拉链拉开看看，拉开拉链的话应该会有个人从里面出来吧。江爷爷表示，那是不是该完成一下粉丝们的心愿？虽然这样想过，但江爷爷最想成为的是爱宝，想看看他心里到底想着什么，想感受到他的想法。江爷爷一直很想知道，爱宝明明只是一只大熊猫，但为什么他可以把每件事情都做得那么好？江爷爷在爱宝身边久了，常常会忘记爱宝是大熊猫，只知道她是一个可以把孩子和自己都照顾得很好的妈妈。粉丝们经常看到江爷爷总是会在自己休班的时候来园区，许多人对江爷爷对自己的工作有没有倦怠期而感到好奇，江爷爷都是怎么克服他的。
江爷爷表示，或许就是自己性格的原因。江爷爷讲到，自己喜欢抚摸土地，有时深更半夜去园地里，喜欢和花草树木对话，这让自己妻子还问过自己是不是精神有问题。江爷爷表示，这就是自己在倦怠期的克服方法。江爷爷觉得被圈养的动物们没有自己这样的机会去感受大自然里面的植物，所以自己就想着他们要是也能闻闻植物的味道就好了。所以江爷爷总是在园区种植一些植物，同时还会不定期的进行更换，不过小家伙们总是给他破坏掉。江爷爷有一天在园区听到一位游客看着宝家说道，好可怜啊，在这么小的地方哪里都去不了，所以才只能接受乖乖的待着。而另外一位游客说道，好漂亮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生命存在啊？妈妈很漂亮，宝宝看起来和妈妈的关系好好，简直可爱死了。江爷爷表示，这不是熊猫的状况不同，而是大家的心理不同。大家心里快乐幸福的话，自己看到的事物也会带上幸福快乐的滤镜，而心情不顺畅的话，只会觉得周围所有的事物都很累。每个人定义的幸福是不同的，所以不要根据条件而将幸福推后，请现在立刻幸福。终于又见到江爷爷来收熊了，江爷爷再不出现，又要被人认为是在来中国的路上。昨天江爷爷收熊时，给通道门刚打开，瑞宝便激动的要跟妈妈一起回家，甚至还不小心从小亭子上下来时摔了一个大屁股墩。不过瑞宝表示没事儿，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就跑了回去。辉宝这里正在小树上睡觉，因为上午时辉宝在园区里玩嗨了，上午妈妈和姐姐都在各自休息，唯有辉宝自己在努力营业。辉宝这里来到了窗前，跟姨姨们来了一场粉丝见面会，自己躲在草丛里打滚欺负南天宝。数颗南天宝没有一颗能逃过辉宝的破坏，给通道门口的南天宝破坏完后，辉宝又来到了妈妈的小屋。虽然爷爷种植的芋头苗已经很长时间了，但是一直没有见着，甚至越来越稀疏了。辉宝给园区各个角落的小草都破坏了一遍，一整个精力无法释放，甚至还尝试了一下攀爬爷爷用竹子包裹住的小树。看辉宝攀爬的这2下，感觉辉宝再长大点，手臂的力气再大点，真有可能会爬上去。到这里，辉宝也折腾累了，爬上了小树，和姐姐挤在了一起。辉宝就这样一睡就是1下午。瑞宝和爱宝走进通道门后，发现爷爷没有给里面的门打开，爱宝带着瑞宝又走了出来，看看什么情况。江爷爷本想将带辉宝的工作寄希望于爱宝身上，但是爱宝跟爷爷拉扯开，最后只见江爷爷给通道门口关上了，自己走出了园区。看来这次的拉扯是爱宝赢了。江爷爷来到园区，辉宝这里也醒了。江爷爷先是给小树上的竹子拿走，辉宝看爷爷来了，二话不说，立马摆出防御姿态，想要找到一个爷爷自己抓不到且摘不下的位置。江爷爷没有宋爷爷那般执着，眼看辉宝铁了心不想下来，扭头就跑去了。江爷爷这里也是有小情绪的，最后江爷爷还是希望寄托在了爱宝身上，又将通道门打开，把爱宝放了出来。现在2个爷爷已然没有了收服宝石的那种激动的心情，现在每到了难以收熊回家的时候，便以自己的腰疼为理由，将收熊的任务交给爱宝。果然白月光的待遇只有1次，更何况福宝还是稀有的美拉德色系。